怎么办？我强忍住内心的恐慌，想要拨打报警电话，可手机却弹出了一条消息：陆姐，我好像看到对面楼杀人了，他现在好像过来了。发消息的正是住在我楼上602的小颖，因为他也和我一样都是一个人住，所以很多时候遇到事情我们都会先找彼此商量。但我没想到他竟然也看到了凶案现场，我也看到了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我刚报完警，但是他们过来还要有一会儿，我感觉他发现我了，就是冲着我来的。我赶忙也让他关灯躲好，假装房间里没人。现在我不能确定那个圣诞老人到底是来找谁的。一想到今天过节可能有人回来的比较晚，我立刻编辑了消息发送到业主群，有个伪装成圣诞老人的杀人犯就在咱们1号楼，大家千万小心，不要轻易给陌生人开门。然而此刻走廊上却突然传来了敲门声，那声音很轻，不紧不慢的，在这寂静的夜里显得十分刺耳。不好，是圣诞老人过来找我了。我尽力地控制住颤抖的手脚，缓缓地向着猫眼靠近。门外此刻正站着一个男人，他身形健硕，脸上还挂着些许的笑意。走廊的灯光十分昏暗，仔细看了看才勉强看清他的长相。怎么会是他？圣诞快乐，我过来给你送礼物了。此刻站在门外的正是隔壁的503，因为平时很少交流，我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，怎么会这个时候突然过来？于是我透过猫眼仔细地打量着他，他的手上确实拿着一个礼物。很快我就发现在他的另一只手上正拿着一件圣诞老人的装扮，而且他的身形看上去也和刚刚的圣诞老人十分相似。瞬间我心里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，我努力地克制着颤抖的身体向后退去，争取不发出任何的声响，可敲门声却越来越急，力气也越来越重。就在我以为他要破门而入时，门外的声音却戛然而止。随着关门声响起，走廊再次恢复了寂静。看样子503应该是回家了，但我揪着的心却始终没有放下。如果他不是圣诞老人，那进入我们单元的那个圣诞老人又去了哪？我抱着疑惑打算问问小颖那边有没有人敲门，可刚打开手机，我就收到了他发来的语音：陆姐，你开下门，我就在你家门口。现在走廊上实在太危险了，我来不及多想，赶忙将他拉进了屋里。小颖，你怎么下来了？多危险呀！小颖一进来就死死地抓着我的手臂，脸色苍白地盯着门外。过了许久，她才缓缓地开口：陆姐，我自己在家实在太害怕了，咱们2个在一起还能安心一点。警察还有多久到呀？刚刚530就过来敲过门了，说是送什么圣诞礼物，但是我看见他另一个手正拿着圣诞老人的套装。不会吧？难道真的是他？看着小颖吃惊的表情，我才知道503最近刚交了一个女朋友，就住在对面楼。但是他们2个人好像总是闹别扭。前段时间小颖还听到503在楼道和他的女朋友吵架，到现在他都忘不了503那一副要吃人的表情。一听到这，我也更加确定了自己内心的想法，于是我打算把这重要的消息赶快告诉警察。可刚打开手机，我就收到了503发来的消息：我刚看到你在群里发的消息，你看到的凶杀案现场是不是粉色的窗帘？我女朋友就住在那，可我现在联系不上她。被他这么一说，我才回忆起来，好像凶杀案发生的那个房间确实装着粉色的窗帘，但我却感觉十分的困惑。如果他真的是杀人犯的话，应该不会这个时候跟我交流更多有关凶杀案的信息，反倒是应该通过各种手段想办法骗我开门才对。难不成他并不是杀人的圣诞老人？于是我赶忙回复他消息，是粉色的，不仅仅是我，就连我身边的602也看到了。你说602的小颖在你身边？对呀，他害怕圣诞老人上门，就跑到我家来躲着了。快出来，小颖就是凶手，他就知道你目睹了凶杀现场，想要杀你灭口。看着眼前的消息，我的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丝不安，而此时身旁也传来了若有若无的呼吸声。我猛地抬起头，却发现小颖此刻竟然就站在我的跟前，死死地盯着手机的屏幕。突然出现的小颖吓了我一跳，我赶忙和她拉开距离。可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了激烈的敲门声。快开门！小颖就是杀人犯，就是他！是503，他怎么来了？还没等我来得及反应，小颖就冲到了门口，将房门反锁。陆姐，别听他瞎说，他在骗你开门。我刚刚看到他正拿着刀站在门口。拿着刀是为了保护你啊！小颖就是个疯子，他一直向我示好，但是我已经有女朋友了。没成想他知道后就威胁我女朋友跟我分手。还记得503刚搬过来那段时间，好像小颖确实对他挺好的，每次做饭都会给他送一份。虽然我问过小颖，但她表示自己没有那方面的意思。陆姐，你别听他胡说，我就是想着邻居之间关系好一点，我根本没跟他表过白。对于2个人的感情纠葛，我本就不清楚，现在我只想确认503到底是不是杀人犯。那你刚刚上楼的时候，手上怎么会有圣诞老人的套装？那件衣服就是602扔的，外面天黑我没看清颜色，回来才发现上面沾满了血。结合你群里的消息，我才感觉他不对劲的。我的目光转向小颖，却忽然发现她好像十分的紧张，身子颤抖，面容也有些扭曲。难不成小颖真的就像是503说的那样？见我如此戒备，小颖便将手机递了过来。陆姐，这是我家里电子门锁的开关记录，我今天一直待在家里，不信你看。我仔细翻看了一下，上面果然只有他下楼找我的开关记录。看样子真的是我想多了。我赶忙对小颖表达歉意，毕竟作为在这城市里互相照应的朋友，现在这样怀疑他，完全伤害到了我们之间的友情。
于是我把手机还给小颖，然而趁着小颖让开位置的瞬间，我却打开房门冲了出去。503也被我的出现吓了一跳，但很快他就反应过来，和我一起堵住了房门。陆姐，你快回来！门外的503是杀人犯！小颖在房间里不停地拍打着门板，虽然没什么力气，但我还是十分谨慎地压住了门把。小颖，你别装了，我知道你就是那个圣诞老人，你来我家就是为了杀我的。你在说什么呀，陆姐？你快回来，外面太危险了。因为刚刚我看了你的通话记录，你根本就没有打过报警电话，而且你手上戴着的那块手镯就出现在圣诞老人的手臂上。顿时房间里陷入了沉默，但下一秒小颖却突然爆发出了惊人的力气。就在房门即将被撞开的一刻，警察及时赶到控制住了小颖，而一切也正如503说的那样，小颖追求他不成，便将目标放到了他女朋友的身上。不要出声！有人进了宿舍。看到小豆发在宿舍群里这条消息时，我正在宿舍厕所里边蹲坑边刷手机。那个人浑身是血，你们赶紧找个角落躲一下。我先躲到隔壁宿舍报警。我屏住呼吸，我知道他不是在恶作剧。我已经听到了外面哒哒哒的脚步声，似乎是高跟鞋。厕所门上没窗，我看不到外面的情况，也不敢动弹弄出声响，只能僵硬地坐在那里，死死地攥着手机。屏幕上小豆的消息此刻成了救命稻草，给了我莫大的安慰。狭小逼仄的环境里，我几乎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还好我在厕所里，其他人也都不在宿舍。小妮和小婉今晚有节选修课考试，宿舍里只有我和小豆。我在厕所蹲坑，而小豆刚刚去走廊外接水了。外面响起了砰的关门声，随即是哒哒哒的声音远去。那个人没到厕所来看，我长长的呼出了一口气。我站起来提上裤子，在宿舍群里回了一句好像走了。群里有个奇怪头像的人发了一条消息，你在宿舍里？与此同时，许久没有动静的小豆又发了一条消息，隔壁宿舍没人，好几个宿舍都空了。2条消息几乎同时发出来，我愣了一下，赫然发现4个人的宿舍群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5个。门外走廊重新响起一阵急促的哒哒哒的声音，像是有人穿着在走廊上飞快地跑。我迅速地反应过来，用最快速度冲出厕所，扑向宿舍门口，用身体死死地抵住门，反锁。几乎同一时间，门外有什么东西狠狠地撞在了宿舍门上，随即就是一下接一下的撞门声。穿着高跟鞋，应该是个女人。女人的力气真的这么大的吗？出什么事了？宿舍进来人了？你们2个没事吧？手机屏幕亮起，宿舍群里有消息弹出，是小婉，显然是刚刚看到消息。我们2个刚进宿舍楼，这个人是谁拉进来的？小婉也注意到了群里刚刚出现的第5个人。我在输入框里打，别回宿舍，先去社管或者其他宿舍待着。宿舍门口有个变态，刚想点发送，却又想到那个变态也在群里，于是点开了和小婉的私聊对话框，消息显示发送失败。我才发现竟然没有信号，可是宿舍群里却可以正常聊天。小豆的消息先我一步的在宿舍群里发了出来，别回宿舍，先找个地方躲着，只有这个宿舍群还能发消息。等等，不对。我没听到高跟鞋离开的脚步声，我迅速地重新抵住门，同时门被从外面狠狠地撞了一下，只差一点就要被撞开，我手心几乎要被汗湿透。他刚刚差一点点就要进来了，怎么办？不能坐以待毙。我想到了，既然那个怪人也在群里，我在群里发，大家别怕，小豆刚刚已经报警了。这话也是说给那个人听的。我心里祈祷着那个人能看到这句话后赶紧离开。小豆没看懂我的意思，反而说110打不通，一点信号都没有，我们只能在这个群里说话。小妮，社长快先把这个人踢出去，这就是那个变态，踢不掉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成了群主了。咱们宿舍周围的宿舍门都没锁，里面都没有人，灯还开着，有个屋子甚至有吃到一半的泡面，就像所有人一夜之间消失了。我的心里已经是一片冰凉，值班室空着，舍管大妈不在，我们出不去宿舍楼了，鬼打墙，这简直就是灵异事件。那与我只有一扇门之隔的人究竟是人还是？我头皮一阵发麻，快离开那里，别在群里说自己的位置。对，我就是这么暴露的。他留下宿舍群这个唯一的联系方式，是为了方便找到我们的位置。我们宿舍在4楼，小婉他们在1楼的话，他跑下去怎么也要1分半到2分钟的时间。更何况我没听到他离开的脚步声，他虽然不撞门了，但仍然守在我门口不舍得离开。他找到其他人还需要时间，但我就在这里逃不掉。他撞开门只是时间问题。我感觉自己像是锅里的青蛙，面对着迟早烧开的水而无可奈何。可是小豆刚刚也说他在隔壁宿舍呀，他为什么不去找小豆？这时候我冷不丁的看到阳台上一个身影飞快的闪了过去，我后背瞬间被汗湿透。我后知后觉的意识到一件很恐怖的事，我们学校阳台是露天的，假如要从隔壁阳台翻过来，虽然危险，但也不难做到。而我刚刚晾过衣服，阳台门并没有锁，一个身影从隔壁翻了过来。完了，我绝望的闭眼，他不是在门口吗？别怕，是我，是小妮，他不是和小婉2个人在楼下吗？我惊喜地睁开眼，刚想问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，小妮一把捂住我的嘴，然后摇了摇头，继续对我做口型，别出声。他还不知道能从别的地方进来。我瞬间出了一身冷汗。小妮能从阳台翻进来，门口的他也能，他找过来只是时间问题。小妮用力地拖过一旁的桌子，把他抵在宿舍门口。小妮仍然不放心，又拽过一个拖把别在门把手上。我瘫在地上，和他对峙着20多分钟，我几乎一点力气都没了。小妮在手机备忘录里打字给我看，我们2个刚刚在楼下分开跑了，这里不安全，我们赶紧走。小妮拉着我的手，把
把瘫着的我从地上拽起来。我虽然完全不想动弹，但我知道小尼说的对。小尼继续在手机备忘录里打字给我看，他有可能视力不太好。我刚刚进楼道的时候和他对视了，但他似乎没看见。小尼尽可能言简意赅地和我解释，我们尽量不要说话，打字就好。我和小尼蹑手蹑脚地靠近了阳台，我们的阳台和隔壁阳台的空隙不大，使劲跨一大步刚好能迈过去，只是周围没什么地方能抓着借力。我往下看了一眼，这可是4楼，一旦摔下去，估计和被他抓住的结果也差不多。小尼很顺利地翻了过去，动作熟练得不得了，应该也有他从小学舞蹈的原因，身体柔韧度和平衡能力都很出色，稳稳地落地。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小尼带我走向下一个阳台。我明白过来小尼的意思，从相邻的宿舍出去，依然避免不了和守在走廊里的他碰面。我们得一直走阳台，绕到整栋楼的另一个侧面，从那里的楼梯下去，才算真正的避开他。幸亏我们的宿舍楼建成了回字形，才让我们有机会在里面和怪物绕圈捉迷藏。我们2个用这种方式一直爬过了10多个阳台，终于到了边缘。楼的一角向外突出，格外难爬，只要跳过去就离开那个怪物的视线了。我们2个试探了几次，都没把握彻底的过去，气氛越来越焦灼。已经过去20多分钟了，不知道那堆家具是不是还挡着门，万一他冲破了门，来到阳台上，一眼就能看到我们。还是小尼先跳过去了，我看他稳稳落地松了一口气，咬咬牙，一大步跨过去。我尖叫出声，小尼反应迅速，一把把我扶住，然后捂住我的嘴。但我刚刚那声尖叫已经传了出去，在空旷寂静的校园里分外清晰，他肯定听到了。跑！小尼当机立断拉着我推开这间陌生宿舍的宿舍门，开门就是楼梯。我们2个从楼梯上一路往下狂奔，远处的高跟鞋脚步声由远及近，哒哒哒的响个不停。他果然听到了，我心里暗自懊恼，又不敢停下脚步，下到3楼。小尼低声地说：“分开跑。”说完，他转身跑进了3楼走廊。我继续往下跑，一路下到2楼，就近拉开一扇宿舍门，躲了进去，反锁上门，又拉来桌子抵住门，倚着门坐下，大口大口的喘气。这么多楼层，这么多房间，应该不至于立刻就被发现吧？我休息了一会儿，掏出手机，宿舍群里群聊竟然有99加。我先点开刚刚那条差点害死我的短信，游戏主题：捉迷藏，获得怪物线索，一定有人会活着离开这里。提示：每名玩家的线索都不同，请自行选择是否把线索与其他玩家分享。第2个任务已开启，请再接再厉。任务列表：任务1，逃离怪物500米已完成。任务2，活过凌晨3点进行中。宿舍楼的人都不见了，大家都藏起来了，真相也不见了，秘密全都藏起来了，大家都在找呀找，找什么呢？墙上的字，夹板间的纸条，火焰烧过的一切，都是很重要的小秘密。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，在他来之前弄清楚一切。躲猫猫的话，只藏好是没用的呀。任务3，未解锁，完成。任务2开启，活过凌晨3点，现在是11点，还有整整4个小时的时间。我点开一直跳动的群聊消息提示，他们是真的不在意他也在群里吗？你们有没有收到短信？游戏任务那个吗？我收到了，我在网上看过这种小说，应该是无限流，一般完成系统任务就可以离开这里。我这边的线索是，他会慢慢学会新的办法，直到找到你们。什么意思？我看着小婉发出来这句话，脊背发凉，意思是说他在变强吗？那么现在是不是他最弱的时候？刚刚他撞了那么久的门也没进来，说明他并不算很强。我们有4个人，可以趁现在杀了他吗？这个奇怪的女人此时就在门外。我屏住呼吸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手机屏幕亮起，那个奇怪的女人在疯狂地弹着消息。小妮，你刚刚是怎么找到小西的呀？你们2个是怎么离开那个宿舍的呀？让我猜猜，是阳台对吗？你们可真是聪明呀！那我也走阳台好了。完了，阳台门是那种普普通通的门，根本没法锁。这是我第一次直面这个恐怖的女人。她披头散发，我看不清楚她的脸，却莫名有种熟悉感。我用最大力气，在她扑过来的前一刻拉开堵门的桌子，推开门往外跑。刚跑了几步，却冷不丁的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重重的摔在地上。绊倒我的是一双染血的高跟鞋。她把高跟鞋脱下来了，所以我刚刚听不到她走路的声音。她一定是在挨个房间尝试开门，一直找到了我藏身的地方。我忍着疼爬起来，继续往下跑。我突然明白了线索里的她会慢慢的学会新的办法，直到找到你们。再往下就是1楼了。小婉说1楼的大门已经不见了，往下跑也没用。1楼的宿舍都是教师宿舍，常年锁着门，能让我躲的地方很少。我一边拼命的跑，一边回头看，却始终没有见到他的影子。他的动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快。到了1楼，我刚拐过弯，身后血的门突然打开，一双手伸出来，我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被捂住嘴拖了进去。我拼命的挣扎，身后的人却小声地说：“小西是我，我刚刚发现这个房间，他不会进来。”我一下子平静了下来。那个人放开了我，是小婉。小婉和我解释，很奇怪，他挨个的打开门看，却不进这个屋子里来。他追过来了，我们能听到他开关门的声音，但唯独这个房间被他直接无视了。我心里泛起一个毛骨悚然的猜测，这个屋子里不会有什么更可怕的怪物吧？他会不会在害怕什么？小婉摇摇头，放心，我刚刚检查过了，这里似乎是个杂物间，堆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我还找到了这个。一本快被烧掉的笔记本，我用手机手电筒照着翻开，这是本日记，被烧得不成样子，我只能零零碎碎的看。今天学长他约我去，收到了学长的。今天帖子上有人，不可能，我怎么办？我一直往下翻，一个有用的人名都没有提及。
而最后几页，我迅速地翻了翻，写满了你背叛了我，你们都背叛了我，那你们就都死吧。我看得胆战心惊，写这本日记的人怕不是已经疯了。手机消息突然弹出，我收到的线索是他因他而来，也会因他而离开。你们看一下手机的日期，今天是哪一天？今天太慌乱了，我根本没在意过。看到这句话，我仔细的去看手机日期，竟然是6月4号。今天明明是5月23号，或者说5月24号，刚刚过0点，中间丢了整整10天。小尼继续在宿舍群里消息，你们看，这是我刚刚在3楼一个宿舍门口拍的。紧接着发了一张照片，一个宿舍门口被贴满和喷了各种字，全都是各种不堪入目的骂人的话，好像是住在里面的一个女生抢别人男朋友。虽然这样，但为什么闹这么大？毕竟别人感情的问题，无关的人顶多吃瓜吧。我有些焦急，我刚刚才在群里说过，不要发自己的位置，他会发现我现在不在那个门口了。不用担心，我感觉更加离谱了。为什么他会在走廊里到处转？你不怕遇上鬼吗？他语气轻描淡写，放心，我现在当然不在3楼了，我找到小豆了。小婉也在看消息，看到这里偏过头问我，要不咱们去2楼看看？为什么你们胆子都这么大？小婉理直气壮，3点这个时间点之前肯定会发生什么大危险，咱们得想想怎么才能出去。而且刚刚小妮说的话，我想到了，咱们可以发错误的消息告诉这个鬼我们的位置，这样咱们就可以尽量避开他了。我其实不太想去，我刚刚意识到了一件事，一开始我在宿舍里的时候，小豆在宿舍群里说他在隔壁宿舍，他应该也看到了，可是他没有去抓小豆，反而紧盯着我不放。我和小妮往楼下跑时，小妮去了3楼，我去了2楼，他没有去找更近楼层的小妮，反而跟到了我2楼，刚刚又跟到了我1楼。他只攻击我，或者说起码他优先攻击我。我想起了小妮的那句线索，他因他而来，也会因他而离开。难不成我们看到小妮说的那个房间了？小溪，我们走。我和小婉在2楼蹑手蹑脚地走，走廊里没有看到他的身影，我们呼出了一口气。晚上宿舍楼的走廊其实很吓人，长长的走廊，昏暗的声控灯，周围一模一样的一扇扇的门。我们一直走到2楼的尽头，站在一间烧焦的房间门口。我与小婉对视一眼，就知道这个地方肯定是线索房间。看了一下周围，他没找到我们，我们闪身进了这间屋子。屋子里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，只能勉强看出来，这原先是一个宿舍的样子。我们在烧焦的宿舍里搜罗着线索。小溪，快来，这边有个电脑。我看着小婉手上举着的一台电脑，虽然表面有被烧坏的痕迹，但我总感觉有些熟悉，竟然还能开机。打开电脑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帖子，最上面是一个女生的照片，不知道是不是模糊处理了，我们看不清这个女生的样子。这个帖子的下面全都是谩骂，小三长成这样，怎么还有脸活着？就你这样，还配在学校上学？去死吧！小婉看消息的手都有些抖，天哪，这些人怎么这么恶毒？这个女生得多难受啊！所以她在宿舍用这样的方式自杀了。是不是曾经这个学姐住在我们原先的宿舍里，所以只有我们宿舍的人陷入了这件诡异的事情？我看着小婉在这边自言自语，苦涩一笑，轻声说道：是啊，得多难受啊！小婉没发现我的异样，她在查看有没有别的线索。小溪，你看这个墙上，结束的方式是开始。我摸索着墙上的痕迹，小婉，我们分头去找他们俩，我们得回到我们的宿舍里，在3点之前。结束的方式是开始，就像你刚刚说的，他原先应该是住在我们的宿舍里，那边是他结束的地方，所以肯定是最关键的地方。如果我推论没错的话，3楼小妮拍的那个宿舍应该正好对应我们楼下。1楼这个位置是大门，2楼被烧毁，3楼被喷油漆，4楼是我们宿舍。现在已经2点50了，就算推论错了，我们集合在一起，肯定也能制服他，搏一搏。小婉看着我振振有词的推测，思考一瞬就同意了我的想法。小妮和小豆应该在一起，刚刚他们在3楼，估计现在在2楼或者1楼的概率比较大一些。我们出去看看。没想到十分幸运，我们俩刚蹑手蹑脚地走到了楼梯口，就看到他俩从楼下走了上来。我简短说了一下我的推测。小妮刚想开口说点什么，就听到楼上传来一阵女声：原来你们都在这里呀！女鬼直接从3楼跳了下来，快跑！不知道谁说了一句，我们在他跳到2楼的瞬间，绕过他往楼上跑去。眼看他快要追上我们了，我们到了宿舍门口，他们仨都进入宿舍之后，在他们诧异的眼神中，我关上了宿舍门。小溪，他们以为我无私奉献了自己，挡住女鬼。可是我低下头看了眼时间，凌晨3点整，刺啦火焰燃烧的声音，听见宿舍里面发出的惨叫声。我笑了。是的，结束的方式是开始，不是在我们宿舍有线索，而是宿舍3点整会着火。在刚刚看到那个帖子的时候，我就想起了一切。我们的舍友关系并不像我们表面上那么愉快。这丢失的10天是我最痛苦的回忆。宿舍门口不堪入目的谩骂，帖子里刺耳的人身攻击，都不是针对什么所谓的学姐，而是针对我的。我的男友是学校有名的校草，我们悄悄地谈恋爱，他美名其曰是为了保护我。那段时间我很快乐，只与宿舍里的姐妹们分享了这个喜悦。但是3个月后，他公开了与校花的恋情，那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女生，特别阳光且很出名，站在一起看起来如此般配，但却刺伤我的眼。我震惊于他是不是劈腿，打电话给他想质问他，可他却再也不接我的电话。我趁着没人的时候去拦过他，他却说我跟你不熟，不要再来骚扰我。我失魂落魄地回了宿舍，躺在床上翻着我们俩的聊天记录，为了证明这段恋情的真实存在。但直到现在我才发现，我们的聊天记录那么像普通朋友，没有红包转账，也没有说过爱你。他所有的情话都是在线下面对面说的。我本想着颓废一夜就够了，第2天我还是可以振作起来，努力攻克我的学业，可却没想到我步入了更深的深渊。
第二天一早，小尼看着我写了欲言又止。小西，你去看看帖子。打开电脑，我发现我和校草谈恋爱的事情，以及我所有的个人信息都被发布到了帖子上，无数的谩骂都在朝我传来。我转头不可置信地看向我的3个好室友，我谈恋爱的事情，还有所有我的信息，除了这3个好姐妹，根本没人知道。所以这些帖子要么是他们发的，要么就是他们告诉了别人，我没质问出口。之后的几天，路上总有人对我指指点点，宿舍门上被人涂满了骂人的话，我的手机也总是收到莫名其妙的谩骂短信，我的精神已经临近崩溃。直到我的保研资格被取消，而替代我的那个人是小婉。我冲回宿舍，看到的却是他们仨已经在收拾行李。小西，我们明天要搬宿舍了。我真的曾经把他们当成非常非常好的朋友。当天晚上凌晨3点，我设计了一场大火，想把我们一起烧死。没想到的是，我们被困进了这场诡异游戏里。也好，他们都死了，也该结束了。听着惨叫声戛然而止，我觉得我现在痛快极了。那个女鬼站在了我的面前，我站起身，看着她那张和我一模一样的脸，果然我猜的没错，她就是我。但她好像在哭。你看他们都死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哭？她用手指了指我的脸，我摸了一把脸，脸上全是泪水。为什么我也要哭呢？她没有说话，而是递给我一张照片，那是一张那个校花初中时代的照片。虽然才初中，已经能看出来她长大了，一定会很漂亮。她穿着一身我熟悉的校服，她和我是初中同学。我所有的事，她也知道。我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，我再也弥补不了了。我只能永远的忏悔。其实仔细的回想这一路，最开始是小豆给我发消息提醒我，后来是小尼带我从阳台逃走，又是小婉拉我进安全屋，他们其实都在救我。叮咚，手机短信的提示音，恭喜玩家完成任务，存活到凌晨3点，开启任务3，4人合作离开宿舍楼。凌晨3点之后，女鬼小西将不会再阻拦你们。由于未凑齐4名玩家，任务失败，你将消除记忆，游戏重启。我从没想过单身24年的我，竟然被人指着鼻子骂小三。睡得迷迷糊糊时，我被短信提示音吵醒，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消息：亲爱的，你睡了吗？我订了你最爱吃的猪脚面。我翘了翘嘴角，随后又瘪了下去。猪脚面的确是我的最爱，可这个发消息的人是谁？发错了，我回了一句，蒙头继续睡觉。我刚要睡着，敲门声突然响起，我有些抓狂。谁呀？我烦躁地应了一声，外卖。先放门口吧。我随口说了一句，外面的人应了一声，接着没了动静。我跳下床走到门口，愣了2秒才反应过来，我根本没订餐，哪里来的外卖？紧张的气氛瞬间被拉满，我舔了舔发干的嘴唇，蹑手蹑脚地透过猫眼看向外面，走廊里空荡荡的，并没有人。我迅速把外卖袋拿了进去，猪脚面还是我最爱吃的那家，不会是刚才发消息的人订的吧？正疑惑间，面好吃吗？你是谁？怎么会有我家地址？我皱紧眉头，思索着是不是哪个朋友无聊的恶作剧，电话却突然响起，盯着手机半晌，我还是接起了电话。佳佳，原谅我吧，我是爱你的。一个充满磁性的男声响起，我张大了嘴巴，他居然还知道我的名字。哎，你肯定是找错人了，别再找我了。我很是反感的解释，别闹脾气了好吗？这人神经病吧？如果你是恶作剧的话，请适可而止，你这已经是骚扰了，你再打电话我就报警了。挂断电话，我直接就将号码拉黑。次日早上，手机再度响起，我不耐烦地接起了电话。唐女士，你的鲜花麻烦签收一下。跑腿小哥机械地说，怎么会有人送花？难道又是昨晚的那个人？懵逼的我起床打开了门，看到跑腿小哥手里的花，我的脸色变得很难看。红色的包装纸下，一大束黄白相间的菊花，颜色的反差让这束花显得很诡异。哎呀，谁这么缺德呀？旁边正在扫地的刘阿姨说了一句，我怀里的花就像炸弹，被我直接抖落在地上。这时电话再次响起，又是陌生号码，我气愤地接起电话。喂，唐佳佳，你是不是唐佳佳？女人愤怒的声音响起，我愣了2秒，感觉有些莫名其妙，蹙起眉头犹豫地问道，你是？唐佳佳，你这个狐狸精！女人爆了粗口，你有病吧？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谁。我被她气得够呛，母胎单身24年的我忍不住提高了声音，你少在这给我装像了，那个渣男又是给你订饭又是打电话，你真是不要脸。电话那头女人的火气很旺，听了她的描述，我豁然开朗，原来她和昨晚上那个人是一家的。我告诉你，我根本不认识他，你们再骚扰我，我真的会报警。臭不要脸的东西，你给我等着！女人咬牙切齿地挂断了电话，从来没被人这么劈头盖脸地骂过。我脸色涨红，气得眼泪都泛了出来。你是不是得罪谁了？刘阿姨递过来一张纸，哎，别哭了，我帮你把这花扔掉。冷静下来后，我有些害怕，随后又安慰自己，倒霉是不会都让我碰上的。谁知次日一早，我刚走到单元门口，一个凶悍的中年妇女从角落里窜出来，用力抓住我的胳膊，大声地吼着：“你这个小三儿，终于让我逮到了！”我挣扎着摆脱女人的束缚，恶狠狠地瞪着她。我根
根本就不认识你，少在这里信口开河。中年妇女一脸鄙夷。现在的小三真猖狂啊，提上裤子就想不认账啊！她的声音很大，立即引来众人围观。你认错人了！我涨红了脸说，女人根本不听我解释，钳着我用力往外拖。我急忙呼救，却没有人愿意帮忙。大姐，把你男人喊出来，我们对峙一下。我决定反向自救。女人愣了一下，猛地停住脚步。我顺势挣脱她的束缚，和她拉开距离。周围有人窃窃私语，怀疑可能是女人认错了人。听到有人向着我说话，我暗暗松了一口气。女人甩了甩头，冲着人群里吼了一嗓子：“赶紧滚过来，别做缩头乌龟！”顺着女人视线的方向看过去，一个缩头缩尾的男人从人群中走出来。我看着他，迅速进行了人脸搜索，确定根本不认识他。男人看了我一眼，窝囊地说：“老婆，别闹了，我……”男人的声音我莫名觉得熟悉。女人暴喝一嗓子：“你出轨的时候想过我会闹吗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他！”我气得浑身颤抖，大声辩驳：“佳，咱们的事他都知道了。”男人急得直跺脚，貌似小声提醒我。听他喊我名字，猛地反应过来，这几天给我打骚扰电话的就是他。你们是一伙的！我怒怒切齿，声音嘶哑地说：“不要相信他们，他们是骗子！”可惜我的话没能激起一点水花，人们看我的眼神都变了，看热闹似的在一旁举着手机，鄙夷、唾弃、不屑。女人连拉带扯的把我往小区门口拖，男人跟在身后，眼里闪烁着得逞的光芒。我再次呼救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突然，刘阿姨冲出来拦在路中央。哎，你说他是你的小三，那你能说出他的具体情况吗？刘阿姨怒视男人，问了他一大堆问题。男人被问得有些慌神，根本答不上来。女人骂刘阿姨多管闲事。我已经报警了啊，警察马上就来了。刘阿姨挺着胸膛说：“听说警察要来。”两个人对视一眼，松开了我。你给我等着！女人叫嚣着慌乱离开，直到他们消失不见，我才松了一口气，整个人瘫软在地。刘阿姨扶着我：“别害怕，我送你回家。”听着她温柔的语气，我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。今天多亏了她帮我摆脱困境，否则我早就被这骗子拐跑了。刘阿姨帮我送回了家，拍着我的肩膀说都过去了，然后递了一张纸巾给我。一股特殊的香味袭来，突然眼前天昏地转，眼皮沉重万分。最后的画面停留在刘阿姨诡谲地看着我笑，眼里的寒光阴暗逼人。我一脸震惊，不甘地闭上了眼。你们回来吧，搞定了。猛地睁开眼睛，我怎么又回到这里了？我看着女人连拉带扯的把我往小区门口拖，男人跟在身后，眼里闪烁着得逞的光芒。如果按照刚刚的剧情，我的呼救只会引来刘阿姨，然后陷入更危险的境地。我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被带走。我心一横，将男人旁边彪形大汉的手机夺了下来，用力的摔在地上，狠狠的用脚去踩。叫你拍，我叫你拍！这一切发生的太快，彪形大汉根本来不及阻止。等几个人反应过来时，手机已经粉身碎骨。你赔我手机！彪形大汉冲过来要拉扯我，我眼疾手快躲在男人身后。彪形大汉薅住男人的脖颈，狠狠地说：“不赔我手机，今天谁也别想离开，让警察管管。”听着悦耳的警笛声，我终于安心下来，颤抖着不停地对着彪形大汉道谢。深夜，我被一阵细碎的脚步声惊醒，我恐惧地畏缩在床上，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。我清楚地记得睡前已经将店里门窗锁好了，那屋外的到底是谁？我下意识地想要开灯，可当我的手触碰到开关时，突然反应过来，如果外面的人知道我住在店里，会不会闯进屋子里对我下手？与此同时，一束光从窗外映了进来，我瞬间屏住呼吸，死死捂住嘴巴，整个人不停地瑟瑟发抖。好在没过一会儿，那束光就消失了。我小心翼翼地翻找着手机准备报警，却发现手机已经黑屏，这才想到昨晚回来的太晚，忘记给手机充电了。悲催的是，充电器放在了外面的收银台上，我急得眼泪都要流了出来，该怎么办才好？大厅里的脚步声越来越清晰，还伴随着细细碎碎翻东西的声音，声音一点一点地敲打在我的心上。我鼓起勇气，蹑手蹑脚地下了床，因为害怕外面的人听到动静，连拖鞋也没敢穿，小心翼翼地掀开玻璃窗的帘子，观察着外面的情况。漆黑的大厅，一个身影正站在收银台前翻找着，嘴里一直在嘟嘟囔囔，可能是收银台里的零钱比较少。他愤怒地用力关上抽屉，吓得我一个哆嗦。猛然间，我突然想起卧室的房门没有反锁，我咬紧嘴唇，悄悄地走到了门口，小心翼翼地扭动着门锁，没想到还是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动。糟了！下一秒，哒哒的脚步声再次响起，而且越来越近，他朝卧室走来了。我的心跳再次加快，恐惧和紧张的感觉让我几乎窒息。突然，门把手被他来回拧了2下，多亏我反锁了门，他并没有拧开。嘎吱嘎吱的声音仿佛砸在我的心上，我用力捂住胸口，眼泪不停地往下掉。接
连不断的冲鸣声响起，我的魂都差点吓没了。巨大的响动让我毛骨悚然，我甚至能感觉到门板的碎屑落在脸上。在我以为他下一秒就会破开门的时候，声音却戛然而止。短暂的手机震动声响起，似乎是他身上的。他好像迟疑了几秒，才响起了渐行渐远的脚步声。就在我准备松一口气时，脚步声竟然又返回了。只是这一次，他并没有再靠近卧室。门外响起了一阵打砸声，没几分钟便没了声响。一阵漫长的等待，我悄悄掀开了帘子往外望去，在确认他确实离开之后，我才彻底松了口气。警察赶到时，我依旧没有从恐惧中走出来，说话依旧哆哆嗦嗦。看到店里被砸了一团乱，我泪流满面。警察同志，会不会弄错了？我平时对他很好的，他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呢？他是这一带的拾荒者，我记得他第一次来我店里要吃的时，不停地哀求我见他可怜，就给他煮了一碗面。那时的他冲我连连道谢。此后的日子里，他总是来店里讨要食物，我也从来没让他跑空过。渐渐的，他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落脚点，每天都来吃饭，而且还自来熟的把店里的废品据为己有。他的做法让我心里很不舒服，可是考虑到他身世可怜，就默认了他的行为。前天因为家里突发急事，着急关店门的我便把他拒之门外，但我也没想到这件事竟然让他怀恨在心。